舅舅，今天我们吃什么呀？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做芙蓉蛋。在马新一带，芙蓉蛋可说是一道家喻户晓名菜。上餐馆叫菜吃饭时，总会被点上。舅舅今天来分享个家常做法，大家都可以在家里做起来，做给家人一起享用。对呀，这个小朋友喜欢。是的，这些是芙蓉蛋配料：青葱2颗，切成2至3公分小段，葱白部分再切细，让香味更出来。好了，搁置一旁备用。洋葱半个，约50克重，切细。胡萝卜少许，4到5片，切丝。红辣椒1条，切开去籽后，一样切丝备用。鲜虾适量，3到4只，清理干净，将虾线去掉，拍扁，切成小块。与其他食材放一起，碗里敲入鸡蛋4个。舅舅用的是乡村蛋，个头比较小，选用 A 蛋的朋友3个够了。加入半小匙胡椒粉，1小匙鱼露，让成品带点鲜味，再1小匙生抽，1小匙玉米淀粉内加入1小匙清水，全部倒入，一起打散。这样能增加鸡蛋嫩滑感，成品也会比较蓬松。先搁置一旁备用。炉开中低火，倒入适量食用油，接着再将预先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，炒香，炒匀。炒个约1分钟左右，即可熄火取出。再全部倒入预先备好的蛋液内，再加入青葱，接着再用筷子充分打匀，打至蛋液均匀起泡，这样做出来芙蓉蛋才会松软。炉开中低火，锅烧热后倒油。油量要稍微多一点，油热至5-6成，约120到150摄氏度，再将蛋液倒入。蛋液倒入后静置3到5秒，等边缘开始凝固，再用锅铲轻轻在正中戳一戳，将食材摊匀，让未熟的蛋液均匀分布。煎这芙蓉蛋，锅要热，油也要多一点，油温也要够热，油温不到容易粘锅，煎出来也不够蓬松。油温太高的话，蛋液一倒下就变老，成品不软润，这样也不好吃。待底下蛋液煎至微焦后，再将蛋顺着锅边倒出。原锅不需清理，盖在倒出的鸡蛋上，倒扣在锅里头，很顺利就可以将蛋翻面。可以沿着蛋边缘再倒点油，这样煎出来芙蓉蛋会带点酥脆口感。煎至两面微焦后即可倒出，把锅斜过来，
让蛋滑入盘中。这芙蓉蛋不要煎太久，过老就不嫩了。加点葱花或香菜点缀，很好吃的芙蓉蛋就完成了。芙蓉蛋是一种矛盾的存在，它明明没有浮夸食材，没有特别酱汁，也没有任何噱头，却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征服你最挑剔的味蕾。从内的松软而外酥脆，是熟透又未老去的完美状态。吃它就像听一个人说话，说得不快，却句句在心。是的，是的，这真的好吃，喜欢。是的，希望大家满意，然后再分享给其他的朋友们吧。我是彼得舅舅，我是嘟嘟，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。大家好，我是嘟嘟。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舅舅，今天给嘟嘟买山楂饼吗？这不单是给你买，也是给正在观看视频叔叔阿姨买的。怎么说呢？因为舅舅要用它来煮个非常好吃的酸辣芥菜。还有这样的操作？看了你就懂。OK， 来吧。首先将约8克辣椒干清洗后热水浸泡，接着将20克阿三片清洗后备用。取出1公斤芥菜，清洗干净。芥菜又名薏菜，也有人称大菜、大芥、芥子，当成年菜时又名长年菜。接着将芥菜清洗干净，芥菜此部分隐藏最多沙土，清理时要特别注意。舅舅，这芥菜除了做这酸辣菜，还能做其他的吗？生鲜芥菜可以炒、煮之外，它也常拿来晒干，加工制成知名的客家名菜福菜、客家酸菜、梅菜干等等，用途非常广泛。哇，嘟嘟又长知识了。这芥菜还有那些营养价值呢？这芥菜含有不错的维生素维与硒、钾、钙、镁等微量元素，它富含芥子油苷，有防癌、防止神经退化的潜力。它也含叶绿素、胡萝卜素，有益眼睛健康。哇，这么有益，那可要多吃了。是的，将控干水分的芥菜切成个人喜欢大小，这里建议大家像视频一样切成条状。为什么呢？这样切法熬煮后会保持完整，不会搞到稀巴烂。一会煮熟了，你再看看。好的。备好120克切片凤梨，切成小片状，大小随意。添加凤梨可以增加酸辣菜的果香味，如果没有也可以选择不加。洋葱1个，一样切成小块状。这洋葱重约100克。切好待用。取3个番茄，重约400克。去蒂后再切成小块。40克生姜，去皮后清洗干净，再切成厚片状。40克蒜瓣，清洗干净后拍碎。5个指天椒，清洗干净后待用。吃辣的朋友可以多加，也可以不加。哈哈，我们心照不宣。拆开1包山楂饼备用。山楂饼酸甜甜，非常解腻，加1至2包都行。将3个咸水莓碾碎后去核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开始热货。热货内加入3大匙食用油。油热后，加入预先备好的生姜。接着是蒜瓣与洋葱，一起爆香。
浸泡后的辣椒干沥干水分后加入，再加入指天椒。此阶段需要多拌炒一会，这样香味才能充分溢出。中餐料理烹调后香气不足，除了火力不足外，也有可能是香料食材爆香时长不够。在所有香料爆炒至微黄后，再加入500克烧肉与少许烧鸭颈一起拌炒。少许烧鸭颈可以添加一点鸭骚味，这让煮熟后的酸辣菜更添风味。不能接受鸭骚味的朋友可以不加。接着将切块凤梨与番茄一起加入，再拌炒至香味溢出。哎呦喂，太香了啦！肉香味搭着果香，弥漫整个厨房。舅舅，嘟嘟肚子咕噜咕噜叫了。太香了，舅舅也快被香醉了。将炒香后的食材移至大锅内，1公斤芥菜配搭1公升清水，因为家人偏爱喝这酸辣汤汁，舅舅就另加了300毫升。加入山楂饼、阿3片，最后是咸水梅。稍微拌匀后盖起，中高火煮10分钟。10分钟后掀盖，稍微拌一拌。接着将芥菜加入，此阶段不需担心水没没过芥菜，烹调过程中芥菜还会排出水分，所以只需要将所有芥菜加入即可。1公斤芥菜配搭1公升水，这很好记。这部分弄清楚了就不会出乱子。盖好锅盖，中火焖煮30分钟。见中可以掀盖，稍作翻拌，这样就能避免糊底。舅舅，时间到了。好的，这就来。焖煮30分钟后，就可以开始调味了。先试一口，了解一下底味，这样就能拿捏准确。2大匙番茄酱，2大匙蚝油，1小匙胡椒粉，接着是2小匙老抽，喜欢颜色偏深的朋友可以再加一点，这酸辣菜口味不一定准成，您完全可以按着自家喜欢口味来。因为山楂饼带甜，糖就不需加了。将调味料拌匀后试味，如果感觉有点淡，可另加一点盐，这里我加了1小匙。调过味，在中火焖煮10分钟就完成了，这样煮熟后的食材更能入味。视频中芥菜切法，
焖煮后每一片很完整，叶鱼梗分布均匀，口感特佳。Ralph， 上菜了。完成后汤汁不浓浊。嘟嘟，你来尝一口，怎样？能接受吗？哇，酸酸甜甜带点辣，好喝的呀。对，真够味，五味俱全，完全刺激了味蕾，配料丰富，特别诱人。芥菜经过长时间焖煮，依然保持完整，色泽金黄也好看，口感绵密，还带点嚼劲，很好吃。舅舅，感觉您能吃下这一碗。很开胃，相信舅舅，舅舅真的可以。各位叔叔阿姨，舅舅行，大家一定行。对，煮起来，我行您也行。再见，谢谢大家。我是彼得，下次见，拜拜。